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Tina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想跟大家讲一下做传统月饼的饼皮会注意到的一些问题。像我前面呢做过冰皮月饼、莲蓉蛋黄月饼、五仁月饼，还有西米水晶月饼。说实在的，像这种新中式的月饼，冰皮啊、水晶月饼啊，其实来说都是比较简单的。然后传统的月饼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像它的传统饼皮就有非常讲究的一些说法。我们都知道做传统饼皮的话呢，是要用到月饼糖浆，也叫做转化糖浆。但是很多人是买不到，或者是就是不想自己去做这个，然后就选择用蜂蜜来代替。那我只能说我用过蜂蜜来做，它是能把月饼做成功的。那还有比方说刷蛋液的时候，你到底要怎么刷？那这些呢，都是我自己在做月饼的时候碰到的问题，以及我做了几次以后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小经验。新手想要做月饼的话，跟着我的步骤，你也可以成功，毕竟是我踩出来的路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吧。做传统的月饼饼皮呢，用到的材料就是中筋面粉、转化糖浆，还有花生油以及碱水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把花生油、转化糖浆，还有碱水这些先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，也就是俗称的乳化，是碱水。油和糖浆要充分混合后才放面粉，不然的话月饼皮容易往外渗油。我们混合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，糖浆和花生油呢不会有明显的分离。接下来我们把中筋面粉倒进去。这个过程呢，我们慢慢的翻拌，不要过度搅拌，让面粉过度出筋了。只要混匀到看不见面粉就可以。混匀到后面这个面团可能比较结实，如果你的刮刀硬度不太够的话，我们可以戴上手套来把它抓匀。我们揉到像这样表面没有干粉就可以了。做好的面团呢，我们盖上保鲜膜，是为了防止饼皮表面被风干。那做好的月饼皮呢，要放到一旁醒至至少2个小时，因为这个时候的月饼皮呢还没有充分吸收糖浆里的糖分跟油分。醒至的时间呢是让它们充分的融合到一起。那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饼皮放到一旁醒1到2个小时，然后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来做馅。那前面我已经做过咸蛋黄莲蓉馅、纯莲蓉馅以及五仁馅、奶黄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做一个金沙咸蛋黄肉松馅。那这个金沙肉松馅的话呢，用到的材料就是肉松嘛，什么牌子都可以，甚至你想要辣味都可以。那我呢，因为喜欢海苔，所以我买的是海苔芝麻猪肉松。还有就是金沙嘛，金沙就是咸蛋黄。另外呢，把金沙跟肉松要调和在一起，粘合住的话呢，我用到的是莲蓉。这个莲蓉馅是我之前做其他月饼剩下的。具体莲蓉馅的做法呢，可以参考之前我单独做莲蓉馅的一个视频。我们现在呢，就先来处理一下这个金沙。咸鸭蛋黄可以喷上白酒来去腥。那为什么咸蛋黄不要烤到熟透至流油呢？因为如果在烤制的时候它就已经熟透至流油的话，
你包入馅料的时候，这个蛋黄容易散。另外，当月饼做成成品的时候，切开里面的蛋黄会变得非常的干，没有油，甚至蛋黄跟馅料会分离，这样的口感就不好了。另外呢，之后月饼要烤制的时候，里面的咸蛋黄还会继续高温加热，这个时候再把里面的油逼出来，和馅料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做出来的月饼的口感才会更好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做比方说莲蓉蛋黄馅的这个整颗蛋黄拿来做馅的话，我是建议买新鲜的咸鸭蛋，拿去煮出来，然后再慢慢剥这个咸鸭蛋黄出来，这样子的咸鸭蛋黄呢才比较好的保水跟保油。如果是煮至熟透流油，那它就比较容易碎，所以用勺子摁压它就会形成金沙。那我为了更细腻的这个金沙口感的话，我会再拿去搅拌机里面搅拌。那这个馅料呢，我是用了皮馅饼是37比，那馅料就是35克。如果是新手第一次包的话呢，是4比6的皮馅饼会比较好包一些。但是因为我前面自己也包过几次了，所以对37比的这个皮馅比例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，所以我就用37比。这样做出来的皮呢，它边上这里呢，你摁压的时候呢，它不会形成那个锯齿状。现在来说说用蜂蜜和用糖浆做月饼的区别吧。用蜂蜜做出来的皮延展性没有糖浆做出来的皮好，包着包着呢就破了，所以包起来比较费劲。但是用蜂蜜做的月饼烤出来不会那么容易卸角，颜色没那么金黄，回油也没有那么快，得4-5天才会口感比较好。所以综合下来呢，如果你家有糖浆，还是建议用糖浆。形成这种雾面状，看到吗？雾面跟光面是很大差别的，光雾这种面就可以了。因为你撒太多的粉的话，它会你烤的时候就会又白又干。
然后稍微搓的椭圆一点。我们把这一片面粉、这一片饼皮厚一点的地方搓的椭圆一点，轻轻的搓的椭圆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模具里面呢也要撒一点点的粉，防止粘连了。但是粉也不要太多，就像我这样放进去了以后，我还是会做一个动作，就是用它的弹性啊，去把这个里面的粉多余的粉弹掉，然后再塞面。我特别喜欢看到每次压模出来之后那个漂亮又清晰的图案。那现在呢，月饼呢全都包好了，还有一步很重要的就是要喷水。那一些老师傅呢，他们呢就是非常的潇洒，手上面沾一点水就这样洒上去。那我们作为刚刚入门去学做月饼的人呢，做不到这么潇洒的情况底下，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这么一个喷壶，或者是你家里有那种喷雾美容仪，也可以给你的月饼做一个 SPA。 那我现在就是用这样子的旅行套装里面的喷壶，给月饼撒一点水。出炉后要晾凉，再刷蛋液。我们现在来做蛋黄液，1颗蛋黄加15毫升的水，搅拌均匀。为了让这个蛋液呢更加的细腻，我们要过筛，去掉里面的杂质以及这些泡泡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要刷蛋液。刷蛋液的话，要选择软毛刷、软毛排刷。那我呢是用这样子的小排刷，在超市里面叫什么烧烤毛刷就可以找到这一种了。这个蛋液刷的时候，这个笔触啊也很重要，千万不要是这样子刷的话，那蛋液全都在那些图案底下的凹陷处，就会把整个图案糊掉。就是笔触是竖着的，然后这样刷少几下就可以涂到蛋液了。这么湿也是不行的啊，要这样刮掉。第二次进烤箱呢是180度10分钟左右。为什么是左右呢？因为我们要时刻关注月饼的烘烤状态，看到月饼表面上色，侧面腰部不再是小蛮腰，有微微鼓起，证明成熟了就可以出炉。千万不要过烤，千万不要烘烤过久，时间一旦太久会造成馅料受热膨胀，月饼开裂。这就是我说包的时候呢，要包得很紧贴，里面不要留空气，否则的话月饼受热过度膨胀，容易炸裂。月饼制作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为什么，那我这里列举了一些，看看有没有解答到你们。月饼果然还是回油之后的白天在阳光底下看起来最好看了，纹路非常清晰。你看肉松馅，看着是不是很想吃？轻轻松松就可以捏开哦。好，
好，今天的月饼制作就介绍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款金沙肉松馅的月饼。如果你们有什么对月饼的制作上有些什么疑问的话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我知道，我会回答你们；如果我不知道，我会尽量去找到答案告诉你们。然后希望大家多多订阅，多多点赞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